有没有因为我们选了生很多小孩，或者是只有一个收入而碰到困难跟挑战？有，去追求。我们走进一堆牙里面。So you almost need to fight for the children. 你要为了这些生命、这些孩子打仗，因为整个社会会期待、要求你一定要这样子才是算是好人，还是好的家庭。那有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办法，你要划界限，或者是跟你爱的人说对不起，我没有办法给，因为我已经选了孩子，我选了我的家庭。嗨，大家好，我是老二爸 Steven。嗨，我是季芳。今天我们要分享大家庭经济第2，就是经济不稳定或者是很紧的时候，怎么生养很多小孩，希望会鼓励你。OK， 预备好了吗？好了。好，我们去散步。今天分享这个题目是为了可以鼓励年轻的家庭或是经济不稳定的家庭。跟你们分享我们如何在有限的资源还是可以生很多小孩。那不是理财建议，是我们个人的故事。我们上一次分享大家庭经济的第1个部分，就是分享一些家庭的我们的故事，还有一些原则。比如说我们选择不要贷款，为了可以有弹性。然后毕竟我们是国际家庭，所以不知道会很久就住在某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先不借钱买房子、买车子。然后要选择生命，选择自由，而不是去追求。我们走进一堆牙里面。乡下生活。我们今天要分享我们的家庭的一些很实际的方法，如何省钱，然后生养众多。对，你们有没有看到很多小飞虫？那第一个就是房子、车子和保险的问题。看过我们影片的人，就是我们是一家9口的家庭。那我们其实之前有说过，我们的房子都是用租的。然后车子的话就是买2手的那个功能很好、很安全的车，所以就是用现金都买断，然后每个月给房租这样子。那保险的话，就是我们有健保，那其他的那个人寿保险还是储蓄保险，因为家里没有那个能力，所以我们就没有买人寿跟储蓄保险。那我们先讲到房子。以前我们住在美国的时候，我们有办法去美国几年，跟哥哥们开公司的时候，我们也是房子是租的。那如果经济刚好是2009年的时候，美国经济开始往下的时候，我们就换到比较便宜的房子。我们觉得在这方面可以省一点钱，那我们不需要住豪宅。搬回来台湾也是有一段时间住在台中，然后后来我们在苗栗的乡下就找到农舍可以住，然后价位是非常合理的，所以我们就选择住在这边。所以那个是房子。那车子的话，我们会问教会的朋友有没有人有旧的车，他们不需要。我们的原则是要安全，然后有够的座位可以给孩子坐。好，我们继续走。想要支持我们家庭的朋友，欢迎到我们的网站 metzerlife.com。我们有一些新产品，包括单一来源的台湾茶，还有很多人询问的7仙女的裙子也开始试卖了。有我设计的贴纸，还有妹妹们手做的产品，全部的产品都是限量的，赶快去买哦！谢谢你们的支持。那第2点就是有关教育。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教育很贵，所以因此不想要生小孩。那我们的家庭状况有点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是自学家庭，所以跟大部分的人是不一样的。不过我要鼓励你，如果你还是选择孩子走体制内的教育的路线的话，其实你还是有很多选择。比如说，如果你的孩子去念国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还是下课之后有没有去补习班，这些都是一个选择。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夫妻2个人要有共识，对于孩子的教育。那平常一个家庭里面，也许会有某一个人是很担心孩子未来的潜力，所以会有很多的压力，然后压力会放到小孩的身上，那因此也会花很多钱，比如说孩子要去补习，还是要请家教来家里，还是要买很多课本，还是很多教材等等。其实最重要的教育就是父母给孩子的教育，包括属灵的教育。孩子最需要的、最重要的教育就是来自父母给的属灵的教育，还有身教。
他们每一天看到你们下班回到家的时候，大家一起的互动、沟通、工作的态度，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其他的东西也是很重要，不过你可以让孩子知道，如果他们跟别的家庭不一样，还是跟他们同侪不一样，没有去学那么多，他们还是有价值的人，他们还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对，那我个人觉得，小孩在从出生一直到学龄前那个阶段，非常非常的重要。他在跟父母建立那个依附的关系。如果说妈妈亲自带小孩，然后就跟孩子建立一个很深的安全感，他那个安全感会帮助他在学习啊、阅读、人际关系各方面就会好很多。反过来，如果从小小孩隔代教养还是给外佣照顾，某一方面他们会在安全感上面有一个空缺在那里，那个会跟着延续的教育也有关系。所以很鼓励想要生小孩的妈妈们，就是小孩生出来就自己带。很多人说哦，你小孩好听话什么的，其实也没有秘诀，就是只有我们2个照顾他们。那我们的标准尽量一致，那他们就不会钻漏洞，然后也不会挑拨一些人际关系各方面的，就是很单纯、很简单、很原始的方法。而且父母是最了解孩子的缺点跟优点，所以你会看到每一个小孩他们的需要，然后哪些方面做得很好。不一定要花很多的钱。如果你送你小孩去学校，他们下课回家，你再陪他们写功课。如果资源不多的话，也许你就花时间陪他们写功课，或者是如果需要一些课本还是其他的资源，可以去图书馆，还是看你的环境里面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资源可以用，不一定需要花很多的钱。对，我们自己的话可以上网路，有一些网路图书馆的书可以借，有一些是从美国借的英文书。那台湾的话，就去找台湾的图书馆，有英文、中文的书都很好。然后有的时候朋友家也有，朋友家有好书也可以借来看一下，然后教小孩把他照顾好，然后再还他们。对，我觉得那个基础是最重要。其实教育不等于学校所教的体制内所那个东西，也是从环境里面跟父母、跟长辈学的东西。所以如果他们的基础是好的，他们的品格是好的，工作的态度是好的，他们认识神，他们对于永恒很清楚，还是他们的属灵方向是很清楚的话，其实你不用担心，他们未来如果也有建立自己的家庭，需要努力的赚钱，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赚钱。所以那个基础是很重要，而不是现在好像很多人就为了给孩子很多的学习，他们就让孩子学到很多东西，好像在盖房子的时候，他们跳过去那个地基的部分，他们就是跳过去品格等等，然后就一直灌溉，给孩子学很多东西，然后房子也许从外表看起来就是很漂亮，不过那个基础不一定是稳定的，那个地基不一定是稳定的，所以不一定需要花很多钱在教育上面，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对，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教育方面，也是希望我们的小孩将来是勤劳的。那我觉得一个小孩勤劳需要从小的时候爸妈开始训练，所以比较多孩子的家庭就比较多家事。那大家都看到我们的小孩其实很会做家事，然后他们其实也很喜欢做家事，因为小的可以 take over， 所以可以做姐姐的工作，他们就会觉得说哇，我长大了可以做姐姐的工作，那他们就觉得很开心，很有成就感，对不对？对。那其实小孩子要玩得开心，如果你整天叫他玩，他其实不开心。最开心玩乐的小孩，就是刚做完很多事情之后再去玩，就会觉得哇，特别好玩。我有自己的时间。对，所以没有工作，整天玩乐的孩子不一定高兴。那有工作、有成就感，然后有时间可以玩乐，我觉得那个的玩乐是更大、更喜乐的。对，他们不会觉得放轻松的时间是理所当然的。对，你要先工作，然后照顾到自己，照顾到你周边的人和家庭状况，然后你再去玩的时候是享受的。对，所以平常我们工作很辛苦，然后偶尔带孩子去海边玩啊什么的，大家的喜乐就特别的大，因为我们平常在家里做家事很辛苦。对，那就是教育的部分。
我们家庭还是很多方法可以省钱，然后比较节省。那么现在讲到我们购物的习惯。购物的习惯，第一个大概就是饮食。我们买菜的话，大部分就是在菜市场买菜跟肉。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量可以比较大，然后价位也很合理。所以有一些大卖场，也许他们卖的东西是很好看，是进口的。对，那不代表不可以买。不过如果经济比较紧的话，可能买当地的食材是最便宜的，对不对？对，所以就是海鲜啊、菜跟肉都是台湾的农夫做的，没有进口的，比较少，也许也有。Yeah. 那可是价位很合理，然后量可以买比较大，因为我们家庭很大。那我们以前小孩比较小的时候，已经从一餐吃1斤的肉变成1斤半，然后现在要2斤，所以就是那个量也比较好抓，不用一大堆塑胶袋。Right. 这样子。然后我们的孩子也从以前到现在，餐跟餐中间没有点心，然后比较不吃零食。孩子会不会很可怜，一直叫说，我没有零食，没有饼干什么的？也不会，他们没有习惯，就尽量养成不要吃零食的习惯。父母的标准会变成孩子的标准，所以如果爸爸妈妈没有一直在餐跟餐中间吃零食，孩子不会也渴慕有。我一直跟我太太开玩笑说，我打开冰箱的时候都是生的鱼肉、蔬菜，都需要花时间炒还是煮，所以很不方便，因此就保持的蛮健康的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餐跟餐中间没有零食。对，所以家里很紧，其实有个好处就是吃得很健康，因为你把钱花在吃了让你健康的食物。对，就不会有洋芋片啊、什么巧克力啊、什么那些。但是你吃的时候，孩子吃的时候会很享受，对不对？对，有亲朋好友来，每次就问说：“你小孩可以吃这个吗？”我就说：“哦，客人来他们都可以吃。”他们就非常喜欢客人。特别的时候可以。好，那个是食物的部分。对，然后再来是衣服。好，以前我们住美国的时候，会去买基本的孩子需要的衣服。然后一个大的原则是，很多孩子的话，最好是把姐姐或者是哥哥的衣服可以传下来给妹妹跟弟弟。我们不会买很多的衣服，然后就会穿很久。对。然后平常亲朋好友也会有很好的衣服，然后就问我们，你们家的孩子需不需要？所以他们也会常给我们衣服，或者是我们会去二手店那个 thrift store 买衣服，或者是 garage sales 等等，可以买到很便宜的衣服。对，那上帝也祝福我们很多。我有2个姐姐，我的2个姐姐一共有4个女孩，在我们的女孩的上面，所以她们的衣服都会传下来。那因为我们一直生女孩，所以我就会把不同年龄的衣服放到那个 vacuum pack， 可以真空抽干空气的那个，然后就可以一直穿下去。每隔2年就会换一袋衣服，那些衣服都是姐姐穿过的。对，不过如果衣服真的太旧了，还是会买新的衣服，不是全部别人给的，或者是破破烂烂的衣服给下面的小孩，尽我们所能提供的，要有智慧，要鼓励年轻的家庭或者夫妻。如果你那个可能相机是热的，所以会吸引到那个飞的虫，要鼓励年轻的家庭，特别是孩子很小的时候。如果你们在学习怎么做家庭的预算，每个月的预算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一方会买太贵的东西，还是会买一个不好用的东西。那在这种情况底下，要有恩典，要不要对对方说，你花这个钱，我们已经够紧了，然后你花这个钱是浪费的。我们是一国，一直在学习，然后年轻的时候会常常做错，所以要有恩典，体谅对方。对。所以，那除了我们自己买衣服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省钱呢？因为我们家有一台裁缝车，然后我们喜欢我们的女孩子穿长裙，所以我从她们很小的时候就会去布店买布，然后买一些布回来，就自己车一些，上 YouTube 看怎么做裙子，然后就车一些长裙给她们穿。那我都可以量身，从腰一直到脚底，所以拖得很长，她们就非常开心。所以他们从小就习惯穿长裙，然后我也可以选一些花布，所以就很有乡村风，然后也很省钱，因为外面长裙其实也蛮贵的。很以你为荣，
你为了7个女儿做了这个长裙，不简单。不过孩子可以穿妈妈自己做的衣服是很棒的，然后你很有才华，然后孩子穿就是很漂亮、很可爱，然后也很节省，然后很耐用。太棒了，太棒了。谢谢。我如果自己做长裙的话，那个腰都可以调，所以他们可以从很长的长裙一直穿到膝盖都可以，所以可以穿很久。Yeah， 这样子可以省很多钱，对不对？对，他们长高了还可以穿。Yeah。然后还有一件呢是很长的长裙，然后是蓝色的，然后等到不能穿开始破洞的时候，从中间剪开来就变成艾莎的披风，那件很夯。Yeah， 那个 poncho 对不对？就是一个。Yeah， 如果是男生的话，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穿得很简单。我们家是7个兄弟，那我爸爸是唯一赚钱的人，所以我妈妈、爸爸也很节省，然后会每一年给我们一些钱买新的衣服。不过常常也是教会的朋友看到，一大堆儿子们，我有多的衣服，你们要不要？那我们就很高兴的带那个垃圾袋，很多垃圾袋回家都打开都是蛮新的衣服，然后我们就会分享，这样子就可以拿我们喜欢的。这样子我觉得也是可以学习知足，然后每天就很感恩，感谢上帝供应家里的需要。然后我们小的时候其实不会觉得很苦。等一下如果有机会可以访问我们的老大 Adeline。我们先欢迎一下，我的 GoPro 坏掉了，所以不能用，我们换相机。亲爱的，我们现在分享我们怎么在家庭活动还有娱乐那方面怎么省钱。我觉得当父母好像夫妻有很多小孩的话，那你没有办法给他们很多的钱，你只能够把你自己给他们，那其实是最好的。所以比如说我们不能够买很多的很高级的设备啊，打电动，可是我们去公园的话，你就跟他们玩，在操场上追他们，然后我陪他们煮菜还是玩桌游，就是 give yourself to them。就是不是给他们钱，是给他们你自己。那个是最宝贵，那个记忆是最长远的东西。Right。那娱乐的部分，我知道我对于电视跟媒体的软弱，所以因此我们结婚以前就讨论说家里不要电视接着第4台。很多年我们都没有电视，那最近有电视是接着 DVD， 因为我知道如果家里有那个的话，我会常常花时间在看电视，那我不想要孩子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孩子的娱乐是来自大自然，还是家里有的一些桌游，他们会花时间画画，看很多书，玩扮家家酒，对，角色扮演，还有出去玩，做那个泥巴派，骑脚踏车。然后如果有空间的话，夏天买一个小泳池给他们坐在外面晒太阳、吃西瓜、玩水。不代表那些3C 还是电脑、电动是不好的。不过如果那些东西在你的环境里面，因为那个吸引力很强，所以平常会选择去做那些比较刺激的活动。那如果你选择过比较简单的生活，让孩子用他们的想象力、他们的创意来娱乐自己，他们会创造很多美好的回忆。他们会跟兄弟姐妹玩桌游，还是在外面骑脚踏车、爬树、去抓蜻蜓、蝴蝶。如果住在乡下，在市区可能会画画，还是玩乐高，还是粘土，这些都很好。然后那些不用花很多的钱。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为了要给你们一些 ideas， 什么养很多小孩，然后不要花很多的钱，不是很律法主义，也是有恩典。偶尔我们也会看电影，对不对？对，如果我们出去还是去朋友家，他们有那个电动玩具，我们的小孩就会很高兴的玩看，技术都很不好，可是玩起来就很刺激。Right， 娱乐那方面不用花很多钱。以前的人是怎么娱乐自己呢？没有电视的时代，可能是唱歌、聊天，对，吃东西、聊天。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今天我们要分享到一个非常比较敏感的一个主题，就是你的环境里面的亲朋好友、你的同侪也会影响到你家庭的经济。如果你要生很多孩子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些冲突。没错，虽然当父母了还是有同侪，
然后呢也还是会有压力。所以当我们要生很多的时候，如果周围的人常常说哎呀不要再生了，还是说如果有男生就不要再生了， Yeah. 对，这个从来都不是我们的顾虑，我们的信念就是上帝给我们就生。 Right. 所以我们先讲到传统，有一些传统会影响到你花钱的模式。比如说在台湾，你过年的时候会给红包，对不对？或者是人家结婚的时候会给红包，或者是你生小孩之后会平常买饼干给别人。对，满月礼。所以我们在从第1个小孩一直到第5个小孩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每2年都在生小孩，所以他所赚的钱不一定可以有很多的娱乐的钱，还是有多的钱可以包，所以我们都要尽量的挤出来一点，然后给红包钱。那如果说红包要去现场吃的话比较贵，那我们就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现场，那我们就包礼这样子。那过年的红包尽量挤出来的就给爸妈，那没有的话就不好意思我们可能不能给那么多，可是我们就是选择我们要多一点小孩，那我们过紧一点，那我们没有多的生活费可以给。 Yeah. 所以因此你会，如果是孩子很多，然后只有一个收入，还是家庭经济比较不稳定、比较紧的时候，你需要脸皮厚一点，你要很谦卑，然后有的时候需要跟你爱的人说对不起，我很想要给多一点，不过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我选了要生这些孩子，所以孩子有需要，他们需要尿布，他们需要吃饭。我相信大部分的长辈会知道你们的经济状况如何，不过偶尔你也需要讲出来说，虽然我很想要，不过我真的是这个季节，也许以后会不一样，不过在这个季节里面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很想要，不过我没有办法给更多。对， It's very humbling， 就是真的，其实你已经在照顾一个把屎把尿的，然后我们自己也年轻，然后那个金钱有限，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你回过头来就觉得都很值得，可是容不容易呢？真的很不容易。 Right. 对，会有社会的压力，觉得说你那么紧了，为什么还要生？ Yeah. 可是我们很喜欢，所以我们要生。So you almost need to fight for the children. 你要为了这些生命、这些孩子打仗，因为整个社会会期待、要求你一定要这样子才是算是好人，还是好的家庭。那有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办法，你要划界限，或者是跟你爱的人说对不起，我没有办法给，因为我已经选了孩子，我选了我的家庭。那不代表我不爱你，不过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我真的是没有办法。So 有传统的压力，那有时候家庭的期待，他们蚊子在吃我。那如果有家庭的一些期待，还是同财，假设爸爸妈妈长辈要付一个头期款给你们一个房子，他们看到你付房租，然后就觉得，你这样子浪费钱，所以我们要先付那个头期款，然后你每个月要缴房贷。对，如果这种情况底下，你的房贷增加你的压力，搞不好会比你的房租更便宜。我不知道，不过假设那个会增加你的压力，也许你会需要跟父母跟他们说，真的很感谢你想到我们，你真的是很爱我们。不过以现在我们家庭的方向，我们的每个月的预算，如果我接受你的这个礼物，我会怎么样？我会有增加我的压力。无论是什么情况，你就是要跟他们讲，然后也许他们不会接受，也许他们会很生气，或者是威胁你，有可能你会这么鼓励一个年轻的家庭，如果他们碰到这种情况呢？如果很大的生活费压进来，我觉得大部分的夫妻第一个选择就是不要小孩。很快，就是因为一旦你怀孕了，一个妈妈的身体的改变，再加上她没有办法工作，然后之后那个育儿啊，照顾新的小孩，会让生活很混乱。那很容易就会说，好，我们先决定不要有小孩。可是我鼓励大家，还是要有小孩比较好。就是那个都会很值得。那孩子会长大，生命一旦你错过了就没有了。
Right，对，那可是金钱你也许都很稳定，你的生活都很丰富，可是你到50-60岁的之后，你的生活的丰富的意义就不一样，你对金钱的看法到50-60岁之后会改变。对，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如果你回头看，你不会因为有多一个生命，还是有这个孩子，你不会后悔。对，这个孩子是有永恒的价值。我们所赚的钱、买的房子、买的车子、所穿的衣服什么，不能带到天堂，不能带到永恒里面。那最有价值的是我们的灵魂跟这些生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跟我们爱的人说对不起，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达到你的期待，我还是很爱你。所以如果观众里面有很想要生养众多，可是经济上面很紧的，希望可以鼓励到你。所以就算很紧，然后就算永远都很紧， Yeah， 还是很值得。 Yeah， 你回头看那个日子，还是你付出、你给予的那个奖赏是大的。Right， 对，然后心里面的满足也是很大的。 Yes， 好，那我们现在要分享一下，我先换一个手一下。好，我们换一边。我的手很酸，然后又拿着手机，有很多蚊子在吃我的手。之前我们说我们会分享到我们所遇到的挑战跟困难，有没有因为我们选了生很多小孩，或者是只有一个收入而碰到困难跟挑战？有，非常有。我们在生到4-5个的时候，好像你开始你的频道，然后你开始的频道不叫老外爸爸，其实他开始了很多个频道，大概3-4个，从2013年的时候开始，现在2024年，已经11年。对，所以有 English Dreams、Family Sprout、StephenKirkinen.com， 然后 Mancraft， 然后后来改名字变成老外爸爸，所以他其实有加这个是4个频道，然后又在教英文。那教英文的时候，有些是线上，要有一些是之前出去教，后来就全部改线上。那所以那个时候因为英文教学，所以收入不稳定，然后再加上大量的时间要做这个 YouTube 的内容，还有剪接。那个时候我几乎感觉到说，是我在跟我的大女儿一起在养小孩，然后我的先生就是赚钱的。而且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什么订阅者，对不对？数字很少，几百个而已。然后每一次剪一个影片要花很多的时间，也许20个小时剪接，没有人看，你就不会有收入嘛。对。So 就变成你跟老大要努力的照顾其他的人，然后我在trying to survive， 教英文、剪接、拍影片。所以你压力很大，我压力也蛮大的。那在这个压力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学习，然后我们也吵架。Yes， 因为经济，所以吵架吵得也蛮凶的。那我们也去找教会的长老、牧师，还是周围认识的宣教士，比我们成熟的、更有智慧、有经验的人。对，我觉得很重要是2个人要找一对夫妻还是家庭，是2个人都可以尊重的人来帮忙。如果只有一方喜欢这个家庭的话，可能另外一边会不想听。对，所以上帝很恩待我们，有一些很好的朋友在周围，然后跟我谈，也跟他谈，然后我们就寻找一些共识。其中有一个很好的，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说过要放弃，就是要分开。很多人是因为了经济而分开，经济压力太大，就 give up， 对不对？所以谢谢你没有跑掉。那就算有一天你要跑掉，我跟你一起走，好不好？你就追在后面。对，所以不要放弃。然后有困难的话，找婚姻辅导，找教会的牧师师母，找一些你可以信任的人，跟他们谈。我觉得看到他们的果子，你要怎么选一个人可以辅导你，就是你要看这对夫妻沟通有没有很彼此相爱，然后他们孩子的果子等等，你就知道这个是健康的树，它结出健康的果子，我愿意跟他学习。对，也需要很谦卑。其实整个过程当中，你们看到我们现在
的影片啊，7个孩子很喜乐，很爱父母，就是这个中间都有起起伏伏的。很多的家庭在我们很紧的时候送食物给我们啊，还是给我们一个小小的奉献啊，都有啊，就是让我们学习谦卑。那我们就祷告，希望有一天我们比较丰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给出去。Yeah， 要感恩，每天要感恩，我们所有的都是上帝给的。就算现在没有以前那么紧，不过说不定以后如果有打仗还是一些不能控制的状况底下，如果我们失去了一切，我们有没有在当中感恩、喜乐、知足、彼此相爱？会吵架，我们是不完美的家庭，不过我们跟随一个完美的神，上帝很爱我们，然后很爱我，给我这么棒的太太，愿意走比较累的路，生那么多小孩，真的很不简单，真的很感谢神给我你，你真的是我生命当中最大的祝福，我很爱你。谢谢。对，那他都不会跟我吵架，都是我跟他吵架。我比较单纯一点，我想的可能比较简单一点，所以太太很 logical， 下一餐从哪里来？我就不知道钱应该会进来。我们比较紧的时候，我们吵架的就是可能压力很大，钱一进来，钱就去了，然后我们也许家里有一些东西需要买，对，所以需要等候，不能马上一想要就买了，所以也学习了耐心，对不对？对，我觉得对妈妈来讲，就是当我想要给我孩子好的东西，可是我觉得我不能给他的时候，我就会心里面很痛苦，我就会觉得说，你都没有办法得到我想要给你的东西，还是你的物质比较缺乏，还是你好可怜。然后他常常就说，他一点都不可怜，他很幸福。Be tough, yeah, toughen up. 所以 be strong. 所以其实后来我就问我的大女儿说，我们那段时间很紧，她感觉如何？所以等一下也许我们可以问看看她，访问一下我们的老大，她印象比较深刻。Yeah，那有没有话可以分享给年轻的太太们？如果他们的先生赚的不是很多，还是他们的家庭，如果有更多的孩子，家庭的经济会不够？我觉得如果上帝给你们孩子，他一定会供应你的需要。孩子的爸爸还是家人，周围的人，无论是怎么样，你把孩子生下来，上帝一定会供应。怎么供应我不知道，可是我的经验就是他一定会供应。那这个孩子住在台湾，应该不会饿死渴死，没有地方可以住。美国跟台湾其实是很富裕的国家。台湾是一个很丰富的国家。Right。所以这个孩子生下来，也许你觉得你需要照顾他，可是其实他是要丰富你的生命。我们觉得说我们的孩子需要很多我们的付出，可是其实他们给我们的更多。我要分享一些话给年轻的爸爸们。如果你是工作不稳定，还是失业了，不知道你的钱会够不够，我就是要鼓励你，你是家里的供应者。如果你很害怕的话，你可以祷告，求神帮助你，给你智慧，还有一个勇敢的心。就算你不知道明天钱会从哪里来，你就依靠上帝祷告，然后每天起来去为了你的家庭打仗，爱你的太太，常常鼓励她，按她的肩膀说，亲爱的，不要害怕，我会努力尽我所能。然后如果你的现在的工作收入就是那么多而已，然后你觉得没有潜力的话，也许你在家里多余的时间可以想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以赚钱。像我以前教英文的时候不稳定，我会这些 SOHO， 有些朋友是教授，他们要编辑他们的那个文章，所以我会帮助他们。如果你正常的工作是1到5都在办公室，然后你周末有时间，也许你可以摆一个路边摊卖饭团，还是去打工，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你的时间可以 scale。之前我教英文都是1个小时，也许700-800块。那我的孩子越来越多，他们要矫正牙齿，要买鞋子、衣服什么的。那我想说，我的英文课只能赚这么多，除非我自己开学校聘老师，这样子才可以 scale。如果你的工作收入就是固定的，也许你周末可以想看，也许我们全家可以一起做一些手工还是吃的，看看我们教会的人有没有需要。
还是兴趣买我们的饼干、手工的东西等等。你可以试试看各式各样的工作，没有所谓的失败。你放弃的时候就是失败，你要继续试试看不同的方式，可以赚一些外快。那有一天，也许那个收入会跟你们现在的正常的工作是一样的，或者是更多。也许你就可以考虑，好，我要转行。不过，也许你在做的时候，你周边的人会不了解为什么你做这个，所以你就有勇气往前走，然后画你需要画的界限，然后不要放弃。你做得到，加油！对，所以就是如果上帝给我们很多小孩，其实夫妻之间就会想办法发挥创意，发挥你的想象力，利用资源，想办法带更多的收入到家里。好，这是我们的大女儿 Adeline， 她今年快16岁。然后我要问你，我们以前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家里经济比较紧？有。然后呢？那个你和爸爸偶尔会有点紧张，就是吵架嘛，对不对？对，很客气。因为经济的关系，可是我就觉得很像一个故事一样。故事里面不是有那些男女主角，他们都没有钱，然后就需要吃外面在森林里面找的食物，还是我就有想过，哇，如果我们家没有食物的话，那我就可以出去外面采野桑葚，还有川七，然后可以自己杀我们的鸡来吃。我就觉得像一个冒险一样，所以我就没有什么。所以你不会觉得很苦还是什么？不太会。然后你不会觉得说别人有什么你好想要吗？我觉得那时候刚好也就是因为我们年纪比较小，所以比较少出门，所以就比较少看到别人有什么。可是你也有教我们要为我们有的东西感恩。对。他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多东西我都不能给你，然后我一直生小孩，你就弟弟妹妹一堆。可是没想到就是他还就是他很成熟，不是没想到他很成熟，是我很感恩我有这么成熟的女儿。对，可是我也很感恩可以在一个经济有限的环境长大，因为这样我现在发现我懂要怎么节省，然后知道什么是奢侈品，什么是必需品。所以就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我抱他，我可以抱他吗？OK， Sophie 来了。来看爸爸。Sophie 来了，这是我们的老七。老大、老七，中间还有5个。Sophie 有没有在穿一些 Adeline 以前穿的衣服？有，这个是从好像珊珊妹妹，我的大姐的女儿，她现在已经20几岁了，一直到现在。是吗？然后这个好像是 Aaliyah Michaela， 对，好像对不对？从这也不是我买，这是 Hand Me Downs 恩典牌的衣服，对，我们很好，很柔软哦。以前你有没有穿 Hand Me Downs？ 有啊，对，超软。可是我觉得也就哇，这是珊珊姐姐穿的衣服，然后就觉得哇，我跟她很像。对，我穿过她穿的衣服，然后以前如果我们碰面的话，然后就会说我在穿你的衣服哦，还是他们就嘿你在穿我以前的衣服。对呀，好亲切。对，所以谢谢你的回答，很棒。不客气，谢谢你 ，Thank you。你跟爸爸妈妈走的最久的路，吃苦耐劳。对，去美国，回来台湾，中间很多事情发生。你真的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祝福。谢谢。现在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家庭是破碎的，有很多家庭会离婚，所以经济的压力可能会特别大。对，所以如果是单亲妈妈、单亲爸爸，还是孤儿寡妇，我觉得圣经上说上帝会照顾孤儿寡妇。所以你就尽力，尽你的全力，在你有限的时间里面陪伴孩子，然后跟他说你爱他，你教导他，我觉得他会成熟，然后他也会感谢你的付出。毕竟你给他生命，我觉得那是最棒的一件事情。我们所分享的这些，有的时候
不是很容易，特别是如果一个人的话。不过也是很鼓励这些妈妈爸爸们。Yeah， 对，加油。Yeah， 我们分享的不是律法主义，是我们的经验，然后希望有一些鼓励的话在里面。如果你的状况不一样，要知道神很爱你，然后都有恩典，我们都在学习，对，然后要谦卑。So，爱你，不要放弃。谢谢你们收看今天的影片，希望有一些话是会鼓励你。然后我们每天要依靠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真的很爱你。然后如果给你孩子，你要相信他会供应家里的需要。对，谢谢你们收看，我是老二爸爸 Steven， 我是季芳，上帝祝福你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